之后卡了不卡了？是不是？一二三，告诉我卡不卡？一二三，卡不卡？我是不是又卡了？不卡了啊！我接着往讲啊，然后就拍的鸡头白脸的，拍的鸡头白脸的，其实不是说我鸡头白脸，我作为那个老板啊，不，我作为那个就是这个项目的那个导演和那个整个的实际的操控人来讲啊，我其实我借人家场景，人家不收我钱，然后可能人在表演这一块儿，人家又是帮我客串表演，所以我自然不会说什么。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鸡头白脸，因为为什么呢？你们就想象我们正常的剧组里边会有那个打光的，会有那个收音的。收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举个麦克风，离得特别远，然后就是给那个卡卡收音。卡卡的台词每次都说不好，反反复复在那块举着，举了一会儿不行，完了又在那举，又举了将近一两三天，就直接举了3天。然后，所以工作人员其实就有点疲劳，而且最后出现了一个什么笑话？最后就是说那个收音老师都记住台词了，卡卡还没记住，就这是实际的情况，就是说收音老师就举了，然后卡卡又磕巴了，磕巴完收音老师就说：“舍得嘛，舍得，就是那种收音老师都记住了，对。”然后作为我来讲哈，我是请别人帮忙的，那人家又不收费，我就说那我肯定不会急眼的，对不对啊？不会急眼的。结果，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戏份呢，我们要赶进度啊，我就说行，过。然后我就知道其实演的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但我就说过。我就因为我就想着说赶进度，我就说过。结果我在剪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真的不应该因为抹不开，然后就说什么。等我们看到那个片子以后，因为他是在第1集还是第2集，我剪片子我是按照正常顺序剪，我剪到卡卡的表演的时候，整个我不行啊。整个的我就觉得说演的啥呀，这是啥呀，就是完全不行啊，就完全不行。他为什么不行？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们可能觉得是行，但我为什么觉得不行？就比如说，我知道你是了，知道什么？我知道你是 gay，我知道你是同性恋。这行李拿哪儿去啊？拿回家，别撒谎了，就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个台词，因为他每次他都记不住台词。比如说，我知道你是了，我跟他，我知道你是了，知道什么？知道什么？就是卡了。那我有点补，我说我知道你是了，知道什么？就是两段的那个语气就不一样。上一遍是我知道你是了，知道什么？我知道你是同性恋。这是正常的演员，就是你每一遍的情绪要一样，他是每一遍的情绪都不一样。然后我们在剪的时候完全剪不了啊，他完全剪不了，就是你每一段的情绪不一样。那你说他就磕巴，他这是一段话，完了他就是每一句情绪都不一样。我就说完了我剪不了，我说这个完全不能用，我说能不能重拍呀？但是我们又不好意思说。完了，你知道就是这个我就整个我就不想剪了，我就说这个片子完了，我就心里就特别愁得慌啊，我就特别愁得慌。结果我们那个时候认识一个影视公司的一个老总啊，也是圈子里的啊。我们认识一个影视公司的老总，是圈子里的。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话，他说
图图，你们那个剧拍的怎么样啊？啊哥，哎，我正在剪辑呢。哎呀，这个真的是剪不了。我说本身我这个我没说演员演的不好，我说哎呀，我说我剪辑这一块我真的是比较那个初级，我说我也剪不好，愁呢，正愁呢。啊，你剪不了啊？你剪不了，正好那个我那个公司里边有人能剪，啊，那个剪辑师是我徒弟，也是个圈子里的，他能帮你剪，这样那个圈子里帮剪还比较那个方便，是吗？哎呦我天呐，太好太好了！就这样，影视圈的影视公司的大佬把他的徒弟，他徒弟也是 gay，完了就说他能帮我们剪，免费帮我们剪。我就说那太好了，我就赶紧把这个片子就是拿到去，然后给他剪。然后，因为我们还在拍其他的进度嘛，拍其他的进度。然后等我看他剪，我们拍了差不多，然后我看那个人剪，我说我去看看他们剪的怎么样。我一看那个剪，我就说剪的还行哎，就剪的还行，因为那个人他也是 gay。完了剪完了，我说剪的不错呀，我说这个比我剪的要好多了，而且融洽多了，因为他会很多东西，他可能把那个音轨都改了。就是比如说他音调不一样嘛，他情绪不一样，他就直接把那个音轨都能改。就比如说，我知道你是了，可能我说的我知道你是了，他直接把我知道你是了，我知道你是了，就是他把那个音轨就是改成同一个音调，而且又非常没有痕迹。我说剪的不错，我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怎么样？后来那个我就在那块看他剪的成片，我说等一会儿。那个小龙啊，那个是这样啊，就是这个角色他是配角啊，这一段是不是有点过于长了？你看他这段就是主要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这个角色为什么成 gay 了。你看他，你看他这一段他照顾我的戏份是不是有点太琐碎太长了？这边能不能剪一剪？哦，行，那我帮你剪一剪，由原来的8分钟。你要知道什么呀？你们要知道，我那个时候一集才10分钟，卡卡照顾我照顾了8分钟，我就说啊，我说不行啊，我说你得剪呢，我说这个不是那么重要啊，我不说那不是那么重要，我说你给我剪一剪，剪到5分钟，我说哎呀，我说这5分钟也不行，我说你这段太琐碎了，你说一个照顾我吃药这个。你就快剪就好了。我说这个，因为还是别人帮我剪，我还不好意思说，对我还不好意思说，因为是别人帮我剪。完了，我就说那个还是有点长，就这样剪到4分钟。你们想想，从我生病一直到他照顾我，就浪费了4分钟。我们本身一个快节奏的一个电视剧，他给我浪费了4分钟，我就没那啥。我就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然后剪完了之后，我说，哎呀，就是那个剪完第1集、第2集了，我说那个，哎，我说太感谢了，我请你吃个饭吧，我说那个咱们出去吃一口去，他说行啊行啊，咱们吃饭，我说那个那个想吃点啥，我说那个叫上你师傅，咱们一起去吃，结果就是叫了几个人，结果呢，我就说那个你还有啥要求不？我说你要是想那个觉得无聊的话，我也可以给你叫几个朋友过来一起吃饭。他说，那你能叫那个卡卡吗？我说可以啊，我说他应该在北京，我说那你就叫他一下，我就给卡卡打电话，我就猜出来是剪辑师喜欢卡卡。我说怎么的，你对卡卡有意思啊？他说，对啊，就是你们剧里的这些演员，我最喜欢卡卡。我说怪不得给他加这么多戏，我都说删都不删。他说他就在那块笑，我说你等着，你等着，我就给卡，我说，喂卡卡，跟我一起吃个饭吧，我在那个影视公司呢，啊，那个剪完第1集了，剪的那个就是那个呈现效果不错啊，那个剪辑师就是没少帮你啊，你以后你要感谢一下剪辑师啊，然后那个等会儿那个跟剪辑师一起吃个饭啊，你懂我的意思啊？
对，那你看人剪辑师为什么帮你？那肯定是，觉得你不一样嘛，对吧？你懂我的意思啊？好，那我把地址发给你，等会儿见，就这样，就这样，我们就约着卡卡剪辑师还有几个人，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结果，就我这么嘱咐啊，我这么嘱咐卡卡，卡卡来的时候带着对象来的，你知道吧？他带着对象来的，剪辑师脸都绿了。你知道影视公司的剪辑师跟日常的剪辑师是不一样的，影视公司的剪辑师都是非常社会的人儿。他带着对象来的，就是这样。所以你们看到我为什么说卡卡演技真的不好，只是他呈现的结果好，而且他演技就是说，我觉得达不到我的标准，因为我剪我都剪不了。为什么我不嫉妒他能火，或者说就是他的火，我为什么就是说就是表现的，就是说那个就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说什么嫉妒，因为我觉得他完全就是命。他完全就是命，你说这个命，你谁能嫉妒，对不对？谁知道他能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色，又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被剪辑师加了戏份，你这个我怎么去嫉妒呢？你这个就是命啊，对吧？这就是命啊。你要像我的话，就是这种演技的话，我可能三下两除二，我就说这个所有的戏都不能用，我甚至都会把这个角色是剪掉。你们说是不是？就按照他的演技的话，我可能真的一剪没，我就说这个角色我不要了，因为全都用不了。但他的命好啊，他就是因为这个命他不是说人为的呀，他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呀。对吧？就是莫名其妙的呀，对呀，你这个东西你怎么说呢？完了，你们现在跟我犟这个演技好，我就非常忍不了啊！怎么叫演技好呢？什么叫演技好？我觉得龙二是非常演技好的。为什么？龙二社恐，他之前又没演过戏，然后他上来，他跟我演的第一场戏，他就是在车上哭那场戏。完了，我在车上哇哇哭，他能接得住，这叫演技好，能明白吧？你们能明白吧？这叫卡拍了3天的戏份，龙二可能一天出了他5就是所有的戏份，龙二就直接就上来就演了就是哭，最重要的戏份都是我们就那1-2天拍完的，这叫演技好。能明白吧？能明白吧？为什么就是说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东西？记忆术士，你一直在跟我杠这个事儿，我就要给你把这个实际的情况，我要跟你说清楚。你们看到的不是现实啊，你们看到的结果不是你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个人，要从他的细节去了解，不能说你看到的结果就是他呀，能明白吧？咱们单纯的就在讲演技啊，呈现的成片是你喜欢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技艺术士，我都不好意思说我都懒得去戳穿你。技艺术士，我真的我不愿意去跟你掰扯。首先第一点，卡卡长相是你的菜吧？是不是你的菜？长相是不是你的菜？他的人设是不是你喜欢的？他这叫演技好吗？你喜欢的是长相和，对吧？你喜欢的是长相和这个人设而已，身材着装是，那你还在这犟什么呢？长相不是，别天，
但凡有一个理解能力强的人都知道那不叫演技呀、对吧？你还在那块说演技，你要跟我说演技好，那我就觉得你压根都不懂什么演技，你是什么演技？一个连剧本都看不明白、读不出剧本的人，他能演技好？你在开玩笑吗？你就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一个人连剧本都看不明白、台词都背不下来的人，你说他演技好，怎么可能啊？你告诉我，演的自然，演的自然，他怎么自然了？不是，我一直在说，他每一句话的情绪都接不上，你能说你不是？你就说演的自然，不是？咱们就说演的自然。你说演的自然，他每句的情绪都不连贯，他怎么自然呢？你这不是你在自我的催眠和美化吗？不是，你要说演技自然，他哪里自然？对不对？他哪里自然了？啊，不是拍电影了，是你要跟我说这个就说这个，你不要说什么演技自然，能明白吧？这是什么事儿你就分开了说啊，你不要就是到最后你被别人就是分析完了，你知道你的问题了，完了你又说啊我就是这样，我怎么了，我又没错之类的。对，你要分清楚，就什么咱们就在掰扯什么事儿，掰扯清楚完事儿啊，不要说掰扯完了以后啊，我就是怎么样，我不像你们怎么样，哎，我就随便说说怎么了？哎呀，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咱俩说的两个点，演技不自然。还是那句话，你说的任何点他都没有满足，他演技自然，他哪里自然？我他妈在跟前儿呢，我不知道他演技自不自然。下一步还会请卡吗？有合适他的角色，我还是会找他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卡的完成，就是他完成度不高，但是他的事儿少。这个人事儿少，因为他大条啊，他神经大条。不要对牛弹琴，不，就是卡这个人吧，没有坏心眼子，起码我觉得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坏心眼子啊，可能我就是有合适的剧情角色，我会找他，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要跟大家说这实际的情况，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关系不好，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关系不好？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好多事儿，熟悉就是知道内情的都知道咋回事儿，就是他。我一句话概括就是他神经大条，我比较细腻，所以有些事儿他不懂一些规则啊，不懂一些规则，比如说我们在剧组里，比如说啊，有一些保密协议，他可能说出去了，对，他可能说，就是我们明显的是保密协议，他说出去了，对，他说出去了。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啊？就是比如说，具体咱也不能过多说，说完了好像就是又是在，就锤他之类的，没有啊，就是他是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神经特别大条的人，啊，但是你交朋友没问题啊。
但你要在剧组里边，你要是卡在一个重要的一个情况下，那你这么不遵守规则的话，那你肯定会出问题。大男孩，对他大男孩，对，大男孩，他是大男孩，对，他不懂，就是他不懂嘛。一开始我会介意，后来我就不介意了。后来我就觉得说交朋友之类的无所谓，而且就是后期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你就像我现在谈的恋爱，我谈的恋爱，我这个傻孩子，就是我，你看他性格比较不错，但是他不上进，这个你就是要有取舍呀。你上进的人可能跟你过2天，人家嫌弃你没啥用的，对不对？你们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就说我。对啊，有得必有失嘛。你比如说我跟那个杰森，你就刚才那个杰森过来了，Vincent，他是一个就是一个那个网红，然后是那个就是一个那个服装博主，长得就是非常非常牛逼啊，就是各种都是那个气质也佳。但是你就像如果说有一天我跟温森在一起，我就要担心一点，温森这么优秀。他跟那个人聊了这么久，怎么那个人总给他评论呢？他直播的时候刷礼物的那个是谁呀？他都不回复我，分手就那种，就是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起码你知道，就是真的是，特别是年纪越大越这样，对，年纪越大越这样，人好就行。人好就行也不行啊，就是你这个，哎呀，记忆术是你不要发表你的言论了。我们在说一个观点的时候，然后你突然来了另外一个观点，而且你的观点又不适合我们这个场景去说，能明白吗？我们在说一个人演戏的问题，然后你说人好就行。就是你在我的直播间里，如果说我在说一个观点的时候，你要看这个观点适不适用我这个趴，我这一趴你说合不合适？我们在说演员，然后你说人好就行。对啊，对，你说男朋友就好了啊你说的是这个对象人好就行，人好就行，人好就行也不行啊，人好就行，他这个也不行啊，别较真就好了。不是谈恋爱不是人好就行，人好就行他也不对劲儿啊。谈恋爱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行，人不好都行啊，人不好都行，哪怕他各方面都就是他这个人有问题，只要你俩在一起的感觉好就行。对对，就是你俩在一起是对了，他哪怕就是说有一些错误你都可以忽视，因为你重要的是跟一个人在一起，你俩的感触的那种感觉啊，相处的感觉最重要。是的，我又不是跟那个道德模范在一起，我谈恋爱的标准不是道德啊。所以演技是演技啊，我就再说一遍啊，你不要跟我谈演技，你像有的人我就知道他演技好，你们这是在哪儿？新家，到时候拍戏会在这边拍，就你第一场戏你是从这儿出去的，你从这儿那个出门的，期待，还得拉赞助的，这不是深圳，这是惠州，离得也不远。惠州，哎，惠州上一次咱们去
啊，大美莎啊。哎，不一定，不一定，看看有没有图资。图的要当恶毒女二了。我其实想当恶毒女二，但是小大夫不让我当，小大夫就觉得不让我当，我没去过啊。咱们去的是大梅沙。小大夫，你觉得恶毒女二不好吗？不好。为啥不好啊？后边多爽啊！后后边我就虐杀他们，然后最后我被虐杀。对啊。就有一种就是坏人，然后就是落幕了，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别人看的又爽又可怜我。你知道那些土剧就是那些好人被骂，然后后面翻盘，然后呢就很爽。对啊，我这就是啊。你是先爽后。我一开始是委屈啊，我一开始是被那个杰森，我一开始是被那个夏天欺负啊。一开始夏天明明是他辜负了我呀。你们已经说完剧本了吗？就差不多那个，因为写完第1集了嘛，然后后期的那个剧情我大概都知道。又心机了，对。我觉得第1集就很惨烈呀，就打就得真打。委屈，对，我是这种角色，上来就死了，你是到最后才死的。谁呀？那个夏天。夏天谁呀？Vincent。啊，你到最后才死的，你也可以不死，就是这个死不死没有规定，反正我肯定是没好，我的结局肯定是没好报嘛。星系也是，不是小茉莉。对，报复男主，对，我是那种就是恶毒女二，就我是属于那个锦绣未央里的那个毛晓彤。对，锦绣未央里的毛晓彤。我应该是属于那个，我应该是属于《延禧攻略》里的那个皇后，叫啥来着？延禧攻略里的皇后。延禧攻略里的就是那个二皇后，就是那个佘诗曼。啊，不是，我是贤妃，我是那个贤妃。贤妃啊。外形是什么？比你高大一点的。没有啊，你一个高龄。高龄。江一燕。哎，江一燕可以，江一燕可以。不然站一起我比他大只，没有比你大只的演员呢。你能跟卡卡对戏吗？你看了卡卡的演技，你觉得你跟他能对上戏吗？就是 Vincent， 你觉得？你觉得你跟算了吧。那比你高的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比你高的谁呀？没有啊。剧组里没有比你高。不是嫌弃，我怕笑场。为什么怕笑场啊？他很搞笑吗？他拍戏的时候。他哭的好好玩儿。我又要揭秘了。你们他拍哭那场戏你在不在现场啊 ？Vincent，他拍哭的那场戏你在不在？你不在啊？
其实他那场戏特别逗，我们是在那个室外拍的那场戏，然后因为我在忙，然后我就说你们对一下戏，就是让他们演员之间对一下戏，然后准备好了我就开始拍。结果就是那个时候我酒吧在装修，然后我旁边一个饭店也在装修，我旁边那个是一个烤肉店，叫肉记，一个烤肉店在装修。然后在开拍的时候我就过去了，我说弄得咋样啊？然后结果卡卡手里就有东西，我说拿着啥呀？他说洋葱。我说干嘛？他说那个等会儿要用。就这样，然后他就真拿了一碟洋葱，然后在那块就是拿了以后，然后就开始拍戏，然后就是因为他手辣呀，就是他抹到手里手辣呀，然后他就一直在那抹，他抹不完了，但是眼泪又没下来，他又不是大颗的眼泪，你知道吧？他不是大颗的眼泪，他是那种就是辣的那种，然后就是那种一辣一擦又没了。我说哎呀，这不伤眼睛吗？但是他，而且你知道他这个人吧，他一点就是假哭他都不会，你正常的就是就是有一点点声音的搭配，他不是，他就一直在抹，他一直在抹，你这个就完全不行嘛。就这样他拍完了，我说哎行，算了，就这样过吧，这样。所以你们看到就是你们看到他演的那个就是奇怪，其实是正常的啊。卡卡的进步，他为戏努力了，鼓掌。自残。我其实还不，我其实还不太行。你们以后看我哭戏应该会非常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后我跟大家说句实话，之前我还说哭就哭，现在一下就哭不出来了。我从去年的那个小茉莉，其实有一些戏份是要求我哭的，但是我哭不出来。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主要原因。我觉得啊，就是因为我爸过世了。去年的时候我爸过世了，然后拍小茉莉的时候，我就完全哭不出来了，就可能是因为我爸过世的时候，好像就是特别悲伤，然后现在就是怎么的都不觉得悲伤了。啊，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就是我现在拍小茉莉的时候，我强逼自己哭，我也哭不出来了，就这样，就是你说不清，反正就现在哭不出来了。就不知道，你眼睛怎么那么红？因为我那啥，因为我那个睡的比较少。对。差不多该休息了。行啊，等会儿再插播一条广告。哎呀，怎么突然推给我了？你这个衣服不能系扣，你穿的跟那个村头大妈似的。外面冷啊，我刚才遛狗。小呆。是的，外甥。哎，突然切给我，我都有点突然。不是，但是你当时你跟我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你怎么没问我对万森动没动过心啊？没有。啊？你怎么知道？那我现在问你，那你当时对万森动过呀？心？真动过呀！就是真心话大冒险的话，我真的动过呀。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也是在戏外哦。戏外。对啊。是在戏外动的心。对啊。不是在戏里，是拍完戏之后。因为万森的脸和性格都是我的菜，唯独就是他比我高，我有点接受不了。第二点呢，你知道万森，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容易跟别人，就是让别人对他动心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给大家表演一下。他这个人，就是你知道，一般就是演戏的时候，大家都会拿捏着那个分寸和劲儿。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在我面前他就是特别做自己，
比如说马上要拍戏了，我穿这个好看吗？我都没衣服穿。等会儿我们一起去买个衣服去吧。等会儿那个我要演的不好看，你一定要告诉我。说他是这种的，你知道吧？就无限当中就是，哎呀，都没有好看衣服穿，烦死了。就他是这种的，你知道吧？他就特别会撒娇，而且他就是没有那种距离感，就是让别人会有一种就是跟他逛街过日子的感觉，就是他会给别人一种错觉，所以这种零最要命。对，他是无意识的散发着自己的那种就是就是人格魅力或者亲和力的那种感觉。就这种人，我告诉你，就是很会拿捏。对，就是零，你们记住了这一点，非常吃这一套啊！而且你知道他有的时候你别说了，对，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就是。而且他那种不是说撒娇的零，你撒娇的零就会让别人会觉得说有点油腻啊，有点那个过了。他不是，他是那种无意当中透露出那种我信任你，我在你面前我做我自己，然后就是，我脸都胖了，真吃的就那种，对，是这样的，小戴要掐你脖了。不能，不会。来吧，介绍吧，还有心情介绍吗？你介绍吧，都给你介绍吧，给你讲下去吧。你可别听他说的，确实 ，Vincent， 其实如果说让我比较的话啊，我不说长相，不说身材，不说怎么样的，我什么都不比。如果说就是动心的程度来讲的话，其实他是超过龙二的。哦，就是他比龙二要就是我一直都觉得龙二欠缺的是什么？就是龙二在感情里，我觉得他也很难去，就是让别人会有那种恋爱感，因为他对待感情的处理方式有一点点小问题。他这种处理方式其实是非常的舒服且聪明的。就是我觉得龙二的那个感情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别人都在，就一直就是围着龙二。这种关系它不是一个健康且不是一个正常的那种正常的那种关系啊。对，哥，该叫你了，哥，叫你呢。可以了啊。看到你我就得恭维你，我就把你捧上天。来吧，介绍一下你身上这个抹布。介绍一下我身上这件抹布。给你们站起来介绍一下我身上这件抹布。你问我答。这衣服是哪家的？这衣服是，这不是哪家的吧？是我们我们要贴牌的，对，自己带的，这是我们自己带的马甲。Vincent， 你到底是温森还是 Vincent？ 你告诉我，就是我们怎么称呼啊？我到现在我都不，我只能叫你杰森 Vincent 啊 Vincent。就 Vincent 带的那些衣服都是大码男装，我们都穿不了，能不能穿点就是瘦人穿的？啊，你不要就是把你的适合的风格推荐给我们，我们都是很苗条的，好吧？我们身材是正常的。Vincent 啊，叫 Vincent 啊，我自己店里都是怪不得来我直播间那个互动来了，抢流量啊！抢流量，大家去关注一下。抖音教室不是那个店叫什么呀？大家直接关注他就能搜到店了。没有，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对，他也有店，他的那个做了很久的那个服装品牌，也没什么成绩。好了啊，万森现在在哪个城市？过年前能拍不？
过年前能拍不？我这两天抓紧时间把那个剧本写一下，拍20天得，然后一切自理啊。1月份那我差不多，差不多，拍完就没事了，差不多，反正我们先拍没有你的戏，行了，我们今天就播到这儿吧，我眼睛已经睁开了，我睡了能有个5个小时。差不多。我饿了，你给我泡一个那个，我吃完再下。对服装设计有兴趣啊，他去给我泡那什么了，我再播一会儿。但我真的就觉得年纪大了以后，其实对待很多的关系啊、处理上啊，就没有那么，让你介绍衣服也没介绍。要吃，你介绍一下，你泡吃的还说合适，提前跟你说可以吃个饭，可以啊，没问题，没问题。我也可以去那个广东，去那个广州去找你玩，我开车都可以的，因为装完修就没事儿了。你啥时候给我介绍几个什么那个摄影方面的人才，比如说莉莉啊，莉，就是我真的其实我不知道他对待咱们的那个剧是什么样的一个嫌弃的态度，但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就是引荐一下，因为你们关系都很好，而且其实你身边的很多资源，其实你可以互通一下，你别这么抠好吗？就因为你身边就是不光是在拍照方面啊，你在那个这个画面影视方面，你都可以给推荐一下、介绍一下嘛，你有机会合作一下之类的，学习一下啊，对吧？那莉，我跟他提过的，每天发对，因为我觉得他们拍摄的画面的东西，如果说咱们能有机会能学习到1、2的话，让他们点播1、2的话，我觉得画面的质感会上升不少个 level。自热火锅不是那个麻溜记。麻溜记。麻溜。这是什么酸菜？什么味的？酸菜麻溜鸡。这次是拍竖屏吗？横屏。还是横屏。竖屏不会剪呢，竖屏我不会剪，不舒服，不自在。然后听说啊，那个 Vincent 听说小红书可以放，咱们就在小红书播。但是也得找几个小号去播，大号我估计还是会得封号。我记得之前那个新浪微博可以放，不知道现在新浪微博可不可以放？就又多了一个平台可以播嘛。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尺度的戏份，只不过就是题材啊。今年主要是主推中短剧。新专辑得看有没有钱，做专辑其实很费钱的。如果可以，什么时候拍网剧？我们在写剧本，写完剧本完了看看能不能拉到投资，拉不到投资我就自己拍，自己拍玩一玩，因为我觉得现在拉投资几乎是不太可能。如果说拉不到投资的话，也就得等，还不如说自己出点，对吧？好忙啊，感觉是哪里忙啊？挺难的，对，你看挺难的，确实，大家都没钱，你说你上哪拉投资啊？你不像那个时候大家有钱，没有钱了，有个搬运工随便，人家免费给你做宣传，我求之不得。谁愿意给我
宣传什么在抖音播，在这播，在那播，有的人说赚你流量啦，这个什么什么啊，收礼物啦，怎么样的？就，哎呀，那人家，我就这么说吧，那个哔哩哔哩所有的收益都不在我这儿，那都是网友帮我打理，那给人点收益，那不正常吗？他不会被烫吧？会不会？应该还好。坚持着。那有流量，我们不是也可以带货吗？啥？不要给我戴高帽，我这人不愿意被别人戴高帽。炮友。不愿意戴高帽，不愿意被戴高帽。你这在哪儿买的？就那个小店啊，超市啊。哎呀，老婆。老婆，他们说我是零怎么办？那我做1。他怎么又开始了？还有新的演员吗？没有，这次都是过去的演员。最喜欢我的拜托拜托，要被反攻吗？被反攻那一天，我觉得也是他的死期。图都开始母了。我的母应该是撒娇的母。要泡焖5-6分钟，这个叫。扒了吧。我是那种撒娇的母。你先焖着，它等下自己会软的。冲什么冲？不凶不凶啊！不凶不凶。那我不是想让它快点熟吗？我知道，那我给你拌一下，来给你来挑一挑，马上就熟了啊。就这样。就这样。你知道，就我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我都很烦别人跟我说什么你就是什么你不太爷们儿，或者说我做1之类的。别人一说的话，我就直接就生气了，在他面前没有。面对梦想你都放弃了，面对梦想你都放弃了，放弃什么了？别把剧带的。你放弃什么了？那个谁啊？大菜也是好久不见，在忙什么？摄影的创作，你现在在忙什么？大菜。拍写真的，你拍过视频吗？你拍过视频吗？拍过。这样有一个表示的机会，我们要拍新剧，你要不要免费过来？行吧，我考虑考虑。抓福利。搞得满地板都是。老婆，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啊。算了。什么啊？讲一半不讲，讲出来。没事。快讲。
不好意思说。没事，讲嘛，别不好意思。没事。没好别开，那闷一会儿，闷到5、6分你凶什么啊？不愿意跟他说话，一说话就凶。啊，对，我不凶。别摸我头。来，我先给你看，来熟了，可以吃了，来。新家很大，开玩笑，别墅，你知道吗？别墅。熟了吗？没有，咱们拍戏那个大，咱们拍戏那个多大呀？讲一下小茉莉嘛，我刚看完时间线没？你问，宝宝，你问，各自乘凉，你问。不熟。是啊，本来就不熟嘛。你问。哦。罗二不是直男司机，谁告诉你是直男啊？谁告诉你直男啊？就是你们天天问我这种问题，就是谁告诉你是直男啊？我们什么时候设定他是直男了？啊？我什么时候说他是直男了？他不是离婚的吗？离婚就是直男。你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gay 那个隐婚，然后又就是为了家庭结婚，完了又离婚了吗？啊？很多 gay 都是，哎呀，我就你们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没办法回答，因为我觉得我不必要回答，就是能懂吗？就是有很多的 gay，他们虽然说是知道是自己是 gay，然后后来为了家庭结婚了，完了离婚了，这很离谱，很离谱吗？这个东西，离过婚，对，他离过婚，对。对啊，就这种问题我不是说那个就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啊，这种问题要回答吗？要不要结婚？那你看你自己实际情况。你要是就是说比较，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嘛，就是我看你钱老板，你是钱老板那会儿，那个，然后那个中介和卡爷坐在一块儿那会儿，几个人物的时间线谁跟谁在一起？我是钱老板那会儿，中介和卡爷在一块儿。我和钱老板那会儿就没有中介和卡爷，就没有中介啊。我是钱老板那会儿就是没有中介这回事儿，就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你是不是看错了？4、5级那会儿，就是我对，中介是小冷，就是 Vanson 和你那段儿。那我那不是钱老板啊，就是，哎呀，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时间线，好不好？啊，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时间线。最早的时间线是什么呢？最早的时间线是我和狸猫，也就是说那个艾斯的那个大胡子老板，我和他开的酒吧，我俩是朋友。但是后来有一天，Jason 出现来面试酒吧歌手，结果呢，Jason 和狸猫搞到一起了，但是呢，中途他俩没公开，
然后呢，我又喜欢上狸猫，我又喜欢上了那个杰森。然后狸猫，因为我是狸猫的，就是好朋友兼大老板，所以狸猫一直都不好意思跟我说。结果后来我发现他俩在一起了，所以我导致了我和狸猫我俩闹掰了。再后来，这个中途呢，杰森也是突然发现他更爱的是我，结果呢，杰森我俩就复合了，复合，但是感情没有之前好了，所以杰森也是一直在家里做一些这个一些照顾我的，或者说怎么样的，就是他一直在跟我维系这个关系，但是呢，他经常不着家。再后来，我一直都对狸猫的那个酒吧有执念，所以呢，我就不，那又说早了。就再后来，就是那个我总应酬开了新酒吧，然后总应酬，然后呢就叫代驾，因为我喝酒叫代驾，然后就认识了那个龙二这个角色，罗勇。然后罗勇他是那什么，他是那个离过婚的一个 gay。有的人说他为什么知道你姓李呢？因为就是那个叫代驾的那个软件都有那个名字。不是，因为本来是我们写后传了，就是我们写前传了，Vincent，本来我们写前传了，其实是你俩先在一起的，但那个剧本你没看过本来的前传是你俩在一起了，就是你俩本来在一起的，我是第三者，所以就是如果说拍那个小茉莉2的话，就是主要是讲咱们仨的故事。然后呢，就我认识了那个就是龙二这个角色，然后龙二这个角色是赌鬼，然后呢，他就是我是因为他里边有个彩蛋，就是说总感觉在哪儿见过你，其实是呼应的这个芝麻二，就芝麻二里边我俩演情侣，所以就总在哪儿见过你。然后结果呢，就是龙二就他，因为他是个赌徒嘛，然后他就是上班的前几天，然后他就拿了那个车钥匙以后，他就把车卖了，因为他就是破罐破摔了嘛，因为他欠钱，结果他就失踪了。失踪之后，我就因为我是一个酒吧老板，我门道比较多，然后我就查到他家在哪儿，我就去堵他。堵他完之后呢，我就知道他卖了之后。因为我弟弟也是个赌徒，我弟弟曾经因为我没有来得及去救他，所以我弟弟被抓进去了。所以当龙二因为赌卖了我这个车，我没有生气，因为愧疚我弟弟，所以想着说第一时间让他拿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然后龙二这个角色非常意外非常非常的意外。从此以后他就决定就是说偿还他欠我的钱因为这个他把车卖了，然后我帮他我把他赎回来，所以他欠我钱，所以他就一直在给我做司机。再回到现在，就是我一直对艾尔斯有执念。为什么有执念？因为那个是我开始的地方，就是酒吧开始的第一家酒吧。然后呢，我带着杰森去找狸猫，就是各种试探他的就是那个酒吧他的酒吧会怎么样他的酒吧会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就收回来。然后我特意带着杰森，因为杰森和狸猫他俩有过关系，
那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已经对 Jason 没有太强的好感了啊，就更多的是一种所谓的生活，所以我带那个 Jason 过去，一方面是刺激他俩，因为我内心其实一直都恨狸猫啊，恨狸猫，然后呢就是带着他故意去就是弄晦气，然后结果就是在一来二去里边，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店长那个角色，也就是王志远。王志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剧情的描述是王志远是我们曾经做酒吧的时候，这个王志远就是我在跟狸猫做酒吧的时候，我不是退出了吗？退出之前的几天，王志远才来啊。我退出的前几天，也就是我其实对王志远是有印象的，因为我曾经也是他的老板，但是没过几天我就跟狸猫闹掰了，所以王志远我是一直记得的啊。这回还有什么时间线？罗不是变直男变 gay 的，他是本来是 gay， 完了他结婚了，完了又离婚了，这很难理解吗？现实当中 gay 结婚的人太多了啊。李喜欢罗，李茂喜欢罗，但其实不敢承认，估计不太想让罗变成 gay， 他本身他就是 gay。哎呦我的妈！我压根儿我就知道他是 gay， 他没有说他不是 gay， 啥时候我说他是直男了？他一直他都是 gay， 我这个角色也一直知道他是 gay， 啊，他怎么可能他不是 gay 呢？李茂和 Jason 变成了亲情，是的，然后有就是理解。狸猫到底喜欢谁？他喜欢那个 Jason 呢，他也喜欢那个邮差呀，就邮差去了。他也喜欢那个快递员啊，他都喜欢，啊，他都喜欢。但是 Jason 不是被我拆散了吗？其实我这个角色不是什么好饼，能明白不？李后边到罗到底有没有爱情？严格意义上是没有的。严格意义上是没有的，就是大家自己杜撰了，自己杜撰，就是说我是因为自己生病了，所以才不跟那个罗勇在一起的，这不是，就是你们要知道李茂这个角色，他已经开了那么多家酒吧，完了他又是一个超级大老板，他什么样的人他睡不着啊？他为什么要谈恋爱呢？对吧？他没必要谈恋爱，你知道，就是一个40多岁的 gay， 完了他在整个的社会里边，他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和角色的话，他不会就是像凡夫俗子一样一定要谈个恋爱。为什么狸猫他会谈恋爱？因为狸猫他始终他就是一个店，能明白不？他就是一个店。但是剧里的李茂他是有很多的店的啊，对，补偿到罗勇身上，因为他觉得因为李茂这个角色他已经很有钱了，就你卖我一个车，能咋的呀，对吧？对，觉得这不值罢了。剧是剧，你给我拿个筷子，我吃不了这个，用不了这个。就是你要说李茂知不知道罗勇对他的爱？知道，但是李茂你首先，李茂你说他本身他都有病了，完了又40多岁，完了人要钱有钱，要车有车，要房有房，人家干嘛要谈这个恋爱呢？因为罗勇他没谈过恋爱，但是人李茂他妈啥没有啊？人家为什么要谈这个恋爱呢？对不对？
李茂唯独爱过的就是杰森，但是杰森背叛了，而且就是那个前传里边就会描写，其实前传里边就是你们不知道这个前传其实讲的是什么？就是就是李茂和狸猫，他俩是好朋友，开了一家店，但是李茂是大老板，狸猫是小股东。然后呢，他俩一起兢兢业业，结果来了一个歌手，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歌手其实跟那谁认识啊，你也没看过。这个杰森其实就是为了狸猫来的，他俩是网友。然后呢，就是前传其实你俩认识，然后你俩一直在网恋，然后为了你来的，结果狸猫这个人比较懦弱啊，然后他不敢跟自己的大老板去争，所以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去了那个杰森，然后杰森一气之下，也就是跟那个李茂开始接触，但是最终他还是在两边徘徊，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李茂，啊，是这么个事儿，啊，不是那个时候的李茂还是没见过的，对，李茂是里边最有钱最老的，所以你说一个有身份的人，他不会就是在乎感情，他在乎了一次就好了，你倒是吃面，茉莉花海是不是因为爱情？不是，茉莉花海是罗勇对李茂的爱，对。然后你们知道后传讲的是什么吗？这是粉还是面？这是酸辣粉。那个小茉莉后传讲的是，就是小茉莉后传，其实它，就是我不可能拍后传，为什么呢？小茉莉后传它其实拍不了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个小茉莉后传其实跟那个韩国的某一个电视剧，其实电影有点像。小茉莉后传讲的是什么？就是李茂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然后就是自己生病了之后，然后他来到了乡下治病，结果治病的时候里边有一个他住的是一个民宿，住一个民宿，然后这个民宿，然后他后来他就把这个民宿给包下来了。他就把这个民宿给买下来了，然后他就在这边就算是养身体，或者说等死，你都可以这么理解。他就把这个民宿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有一个小孩进入了他的生活，然后他就爱上了这个小孩，然后经历了16、13遭，然后他就跟这个小孩在一起了。结果这个小孩放不下大城市的生活，就来回跑，最终呢，他李茂就是又被受伤了，然后在他临死之际，然后罗勇出现了，然后他死在罗勇的怀里。这后传是这样啊，对，不是死在他的怀里是啊，没错啊，新小孩不是新小孩，小大夫演不了。新小孩是一个特别活泼，而且一定要跟 Jason 有一点点关系的，就是他可能某一个状态下，或者某个性格，就让他能看到曾经的 Jason，所以他才会动心，因为他自始至终他爱的是 Jason，对，就不需要感情了，是的，对，是的。小大夫可以演护士是吧？天天给你扎针，是的。所以茉莉
小茉莉二、小茉莉三，其实我这剧本其实都有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是茉莉二，其实我写了一部分，其实就是前传。茉莉二其实是有很大的几率是拍的茉莉二，但茉莉三不一定，因为茉莉三的那个剧情跟韩国的一个叫《幸福》那个剧本太像了。韩国有一个叫黄正明，他演的一个叫《幸福》的一个剧情，其实有点像。就是你们不要因为就是说龙二演的那个罗勇，你们就所有的视角都在罗勇，希望罗勇怎么样？罗勇他其实你要不是龙二演的话，罗勇这个角色其实他就是一个员工啊，爱上老板的员工啊，对吧？对啊，他就是一个爱上老板的员工，还跟那个老板娘抢，老板娘还发现了。嗯，李茂是爱过罗勇的，李茂没有。我还是那句话，等你们到了40、50岁的时候，你们就不会想爱不爱的，你们能懂吧？因为40、50岁的一个男的，你别说40、50岁的，就是在圈子里久了，你都不会因为一个小朋友他的热烈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不会的啊，这是一定的。就是当你经历了好多别人没经历过的事儿，甚至你已经就是千锤百炼了，你就不太会因为某一个人去改变自己，或者说让他去过多的参与到你的生活，你这样他整体的生活他是不自在的。40、50岁的 gay 都很寂寞的。不是爱上李茂了吗？罗勇对啊，罗勇他是爱上李茂了，李茂没爱罗勇啊。罗勇爱上李茂，瞎子都能看出来你在干什么。对啊，罗勇爱上李茂，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李茂自始至终都没爱上罗勇啊。让他赔车就没有后续了，是的，他肯定赔不上啊，那肯定得给他抓起来啊，为啥送项链啊？那你跟一个人，你的一个朋友跟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送个礼物不正常吗？你生活当中那么抠啊？对啊，这是礼物啊，他过生日啊，或者说知道他喜欢什么呀？你太抠了。对啊，对，对，就是这样。用我们拍的角度，你们没发现这个戏的拍的角度其实是在罗勇，不在李茂，就大多数都是在罗勇，罗勇是第一视角，或者罗勇是这个第一男主，所以你就很多时候，答应的没所谓，又为什么紧张？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你的员工被别人撬走了，对啊，你的员工被别人撬走了，你心里会难过，而且你知道那个人他其实很不好的，他肯定会紧张的，而且，罗勇是一个非常习惯安排的一个人，
他其实，在得病的就是那一段时间，他其实就已经打算把酒吧就安排给他了啊，因为你想想，李茂他没有任何人能去接这个酒吧，只有罗勇，他所有做的事儿都是让罗勇就是说顺利的把这个酒吧接住，包括他培养他呀，包括就是说那段时间一直都就是对他好啊之类的。因为你看 Jason 他不需要，Jason 他本身是个大名媛，他需要这个破酒吧吗？对吧？Jason 是个大网红、大名媛，人家不需要，嗯。那你说没有人要这个酒吧，那这个酒吧就扔了啊？对，不是，那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看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能让大家明白，就是李茂这个角色，他都40-50岁了，他又财富特别的多，这个时候他生病了，他可能面临着死亡，或者说他这个病，他其实就是因为喝酒，所以他不能干酒吧了。不能干酒吧的情况下，他只能把这个酒吧就交给别人管。交给谁来管？他没有家人，没有儿女，男朋友是大名媛，他能给谁？他只能给自己的员工，他最信任的员工，就给他了啊，给你，啊，叫罗勇找个伴儿，是不是罗勇放不下李茂的离去吗？你打清楚字儿，什么罗勇放不心，你们找个伴儿吧。是李茂放心不下那个罗勇。哎呀，你们这天天打字打不明白啊！是李茂放不下罗勇，然后因为李茂一直都知道罗勇对他的感情，所以就是说，在临走之前，他就想让他就好好活着，然后找个伴儿忘了他，能明白吧？啊，打字打不明白，就是李茂不喜欢罗勇，不跟罗勇在一起，绝对不是说罗勇是个直男，是因为李茂这个人知道罗勇是 gay，也知道他对他的感觉一些情感，那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俩都那个罗勇都甚至表白了都因为这个事生气了，都离开那个单位了，那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一定是知道的，但是人李茂他妈眼瞅都死了，还跟你谈什么恋爱啊？对吧？也不喜欢，他就是他不喜他对待感情的需求没那么大。这边他妈马上死了，完了赶紧谈个恋爱，霍霍的一个是一个，这就是你们爱看的剧情啊！对呀、你都要挂了，你还谈什么恋爱啊？就是在你们的认知里面，我就觉得你们的世界就他妈谈恋爱，就是完全谈恋爱。这边他妈要死了，那边世界末日了，哎呀，谈恋爱吧。不合乎常理，一个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当你的生命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更多的是想着以后的安排身世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才是正常人的思维。你可能会慌，你可能就是没活够，你会害怕死亡，你哪有说哎呀我要死了，我终于要死了，哈哈哈，神经病。为什么白送给罗勇？那给谁呀？你缺心眼儿啊你？你问这个问题你缺心眼儿啊？我给谁呀？
大道上我找一个人给他个酒吧呀，那我给谁呀？最亲近的不就是罗勇吗？给店长。我给什么店长啊？你脑子不好吧你？你精神不好啊你？那你说店长很有干劲儿，店长他妈是别人的员工，我给人家干什么呀？他不是我店里的员工，我给他干嘛呀？你说店长很有干劲儿，你脑子不好吧你？店长人家是他妈的那谁的员工，我给他干嘛呀？真心眼，你脑子你不好，你脑子不好。对，那天生管家肯定是给自己的那个助理啊，给自己的司机。你们要知道，一个人能做到一个司机的位置，特别是那种，我跟你们说，就是比如说那个相关部门的，他只要做到司机一个职务，他可能就厉害了啊。就像有一些部门他只要做到秘书，他就是副了，他下一个他就是副了，能明白不？啊，就一般牛逼的人物都是从司机开始的啊。快吃饭。就他那个时候最亲近的就是罗勇。多少钱买的全款嘛？问太多了，你啰嗦了。我要不要告诉你我的银行卡密码，我的出生年月日八字什么的？就你问别人，你得有分寸感啊，啥你该问，啥你不该问啊。倒数第二集确实见了一面。就是你们觉得说这部剧啊，就是狸猫那个角色很贱，其实狸猫那个角色其实挺好的，而且就是有的人说啊，那个酒吧坑那个王志远了，就是那个酒吧这个事儿他坑王志远了，所以他是个坏人。我就不明白啊，我就不明白你们的所谓的坏人，就是我酒吧我转给别人了，然后低价转给别人了，这个酒吧不赚钱，我转给别人，这就是坏人了。这个酒吧又不是定时炸弹，他转给他了，他怎么就成坏人了？我就看这个弹幕，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酒吧之间的相互斗争，我觉得太正常不过了啊。对呀，对呀，是啊，是啊，对。后边不是狸猫举报的吗？举报也正常啊。酒吧之间的斗争你们没见过吗？你们你们你们不知道上海，你们不知道上海的那个酒吧前几年各种举报，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上海的那个 gay 吧的事儿，万森应该知道啊。互相举报，那你能说是谁对谁错吗？对不对？而且举报这件事情是我们深圳真实存在的啊，就是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就是
这个小茉莉的举报的这个事件，其实是深圳酒吧真实发生的，到最后也没查出来是谁举报的，是就是别人，就是我们对手酒吧被举报了，然后那个对手酒吧以为是我们举报的，最后我们也没查出来到底是谁举报的，反正后来那个对手酒吧的老板了解我，然后就说，哎，肯定不是我，因为他们会觉得说白里屠夫不屑做这种事儿，就真的有人在举报，很变态。还有那个狸猫把那个酒吧转给那个员工，这件事情也是真实的啊。一个喷枪也不贵。就有的时候我真的挺无语的，就是我拍完了东西，然后他们说，怎么可能？他明明是直男，他怎么会爱上 gay 老板？那个编剧太假了，怎么样？我什么时候说他是直男了？好的，晚安。差不多该休息了，你没休息多几个小时。你跟班森走那么近干啥呀？以后你俩撕头发我可不管了。那是心疼你，晚安，拜拜。以后我要爱上他怎么办？你又不会带货，人家天天那个做大码男装模特。我就跟着你去。去给他们当模特，毁了他们品牌。我都累，睡觉了。吃饱饱了，吃饱饱了，睡觉。但是没有饼干。没有。那里有啥呀？没有吃。不可能，那咋不这么弄呢？给我看看有啥吃的。巧克力威化饼。可以。我不吃饼干，我吃不饱。那个饼干，好像不爱吃。我还行。哎呀，我就觉得一睡觉，这天儿又过去了，一天又过去了。高粱吗？我上去了。去吧。老是看着你吃，也没觉得你胖。上来啊。这个东西其实就能解释很多事情，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其实他是个美食博主，然后他天天在吃东西，然后你们就会觉得说他24小时都在吃东西。就因为我们是做直播的，我们直播当然会有内容输出，然后我们更倾向于什么内容输出，那就是会表现出什么，能明白吗？这一个直播，它一定要有内容。点着呀，
还冷啊？我把这个给你开着啊，晚上你就省着你冷啊。啊，又冷啊！盖一盖，盖一盖就不冷，不用暖和啊。就给狗留一盏灯。干嘛？对不起，我走错了。不刷牙了。我的老婆，我们睡觉了。我们要睡觉啦。大家看一下。我们要睡觉了。干什么？主播你头上2个瓶子是干什么的？我头上2个瓶子是我晚上起夜要喝的水。哦。哎，请问你要睡觉了吗？你还好吗？我跟大家说，这个靠枕超级舒服，然后就这么靠着，感觉整个脖子都被托着了，老舒服了。这个需要购买的私信我们哦。这个靠枕我跟你讲，强烈安利你们，强烈安利！你看我跟他一人一个，它这个质地很软，然后它就是这个材质又是很轻，不是粘的。小大夫是纯欲，纯欲是什么意思？就是别人看到了想上，就是。拜拜吧，睡觉了。